那很多人都对你日本留学这段经历啊有点好奇，你们讲一下啊？我是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自己 DIY 办理了留学上日本去，开始进行语言的学习。我刚去日本的第一天的时候，其实一句日语都不会。我不像很多人，他可能已经有基础了。对，我是阿里嘎多都不会，零基础去的日本。那你干嘛这么要去呢？我其实很简单，因为我觉得从游轮回来之后，我在那游轮上学的东西，在陆地找不着工作所以我想就是到日本的话，要不然丰富学历，要不然就是多加一个语言的能力嘛，回来好混口饭吃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自己当时是带了一点钱，就是4-5万块钱够交第一期的学费就去了。当时在日本的话，遭遇的是很多比较曲折也比较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因为我刚去日本的时候，我一句日语也不会嘛，所以我一开始大概有3-4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语言学校学习，学一个最基本的。但是我其实当时带的钱也就带了4-5万，也就够交语言学校第1年的学费。那么生活费我是没有的，那肯定大家就会问你妈怎么不帮你或怎么样？对啊，因为那个阶段我其实在游轮挣的钱我已经买房子了，然后之后的话我其实手里也就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钱。我跟我妈妈商量，她是不让我去的，因为她就会觉得说咱们家庭条件也不至于说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啊，但是也不至于让你说舍家撇口的去那么远一个地方。她就觉得不支持，她就觉得她不给我拿钱我就肯定去不了。她没有想到我主意就这么正，自己偷跑着去了。所以去了以后，我是跟她说我自己都有钱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我不让她担心。但实际在那个阶段，我交完学费，我是1分钱都没有，我面临着就吃不上饭的一个状态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自己去找一些工作。后来终于就找到了一个中国人开的，他开了一家酒店。那么这家酒店里边，他就比较喜欢雇佣中国人去干一些脏活累活啊，比如说刷碗啊、扫厕所呀，就是这种活。他跟我说，我们这里边就只缺一个扫地的啊、铺床的，就类似于就这种就是收拾卫生的活。你大学生啊，你看你愿不愿意干？我说我愿意干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。他说日本人的话，我1小时是给1300时薪，但你我给800，因为你是留学生，并且你又语言不好。因为那时候我都要吃不上饭了，我也不挑了。我干了7个月之后的话，因为当时我的语言学校第1期就已经毕业了，然后我当时一开始我是在那个山梨县，也就是富士山下。后来我在想说，那我就走吧，想结束这一块。第2期的语言学校想去名古屋念，他就跟我说，你这个属于就是无缘离职，那我最后1月工资不给你。我说您凭啥不给？因为我是提前1个月跟他说的，他的意思就是但凡你从我这儿走，你别管你谁，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，我就不给钱。因为他在日本盘踞了20多年，我那个时候也才20出头，所以我也很害怕。但是我就觉得，因为您知道他一个月不给我的工资是将近1万块钱人民币，所以这个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一个大数目啊，我真的不甘心这个钱就这么没了。所以我当时就是去那个日本叫劳动仲裁所，我就去跟人家说，我说他这个地方不给我钱，但是我日语太差了，我说不明白。但实际上你这种东西，他只能说帮你去裁决这件事情，他帮你去敦促，但是他要不到钱。因为他当时实际上他是威胁我跟前面的那个女孩子，他说如果你们俩敢跟我要这个钱，你俩今天从山梨县走，我明天就让你俩少1条腿。然后那个阶段我还怕他追杀我呀，所以我晚上我就偷偷的，我真的是偷偷的，我拎着我的小粉皮箱，然后连夜跑了。那3点多那个街上真的是空无一人，就黑的都不行了，我就自己提个箱子往外走。结果那个时候就是从风俗店日本有个东西叫风俗店，您应该也知道，就出来一个醉汉，一个老头，喝的就是酩酊大醉的，他就在后面一直在跟着我，哎呦给我吓的，碰到变态了，就那变态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个全家，我就赶紧上去了。上去了以后，里边有一个就店员小哥，人家正在理货嘛，然后店员小哥就看了一眼就很愣，我就说后面有人一直在追我。他做了一个非常暖心的动作，就他把那个门给开了，然后他告诉我你上这里边来，进安全屋了。对，他就把那个门给锁上了。我就在那儿就是待到天亮了嘛。所以我去了名古屋之后，生活您也知道比较艰辛。我自己呢，那个时候我日语就稍微好一点。我问一下，那个时候你身上还多少钱？我身上大概没有3000块钱。后来我就找到工作，也租上房子，就在那安顿。我最后租了4万3的一个，但是已经是那里边最便宜的了这个1个月加网费什么都算一共4万3，人民币就2000块，2000多块钱。找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小男孩叫峰哥，然后当时峰哥特别有意思，我说咱们得去买点这叫初始装备啊。然后峰哥说买啥呀？你就等着吧，你跟我来。然后他就领我去了一个专门扔垃圾的一个地方，我们俩就直愣愣的就站在那个垃圾回收处。结果过了大概5分钟，就有很多日本人开着私家车过来，他们就是从他们的私家车里拿出来很多东西，就会扔到那个底上。他们这边扔，我就说那咱就去捡呀。然后峰哥说不行，你要记得你出国了，你要为中国人争气。他说等到他们都扔完了我们再去。峰哥在里面捡到了电脑，然后冰箱，我在里边捡到了锅，也就是碗筷，这些东西日本人是没拆封的那种，他就会扔掉。
所以有时候人家会问我说，你觉得日本发达在哪儿？我说发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包括他们有些扔些女孩子的眼影啊，说这些化妆品啊，我甚至在里面捡过全新的没开封的优衣库的衣服，因为也是比较省钱嘛。每天晚上我就会去这个日本，它是每天8点半超市打折，对，那一次买一堆。然后呢，在日本最便宜的3样东西，一个是香蕉，一个是豆芽，一个是大头菜。那么这些食物因为它特别便宜，也是我这2年的主要食物，天天吃。所以我回来以后，我看到了这个东西，我真的就是本能的就很排斥，然后吃吐了。对。那么你最后在日本是待了多少年呢？我待了2年，整整2年。现在也是一个日语老师了啊，现在对，现在是日语老师了。我还是蛮感谢这段经历的，尽管它非常的苦。